那你说，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根本就不喜欢男人。啊？我吃个菜行吧？你别讲，什么脸啊？周爷每天那么辛苦，他得多吃点补补脑。我说这菜还怎么吃啊？让不让人吃了？差不多了啊。哎，大宇，怎么想起来请客吃饭了？嘿，你这话说的就像我之前没请过似的。我要再不请你们吃饭，你们背地里还指不定怎么骂我。啊，大云，那我等会儿得加点菜啊。等会儿再加。在犒劳大家之前，我有一个全新的想法，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看我说的吧，这小子就不会无事献殷勤。我想大家都看到了，目前我们的网站流量暴增，新用户注册量急剧上升，尤其是女性的注册量增长迅猛。网站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在这个世界上，孩子的钱和女人的钱最好赚，所以我打算先从女人下手。这个手下的好，那咱打算怎么搞啊？搞你个头啊！我呢，准备扩大女性比例用户，增加一些服务女生的内容，比如说美妆常识、化妆知识、大牌团购、星座手相、情感话题之类的，只要是女孩子喜欢的，我们就要去做。就算吸引了女生的注意，怎么把流量变现呢？还是投广告吗？不着急变现，眼下咱们当务之急是扩大网站的知名度，增加注册量，还有粘合力。既然咱们主打的是社交网站，就要把社交放在重中之重上。怎么样让用户们更好的去交流，有兴趣的去交流？异性相吸的道理，大家都懂。我相信，有女性活跃的网站，自然少不了像杨希美这样的男生。有道理啊。我觉得大鱼说的特别对，这个就跟什么一样啊？咱们大学的时候玩那游戏啊，一旦咱们这个公会要来了一大美女，那肯定呼啦来了一大帮老爷们儿。大鱼，我举双手支持你啊！这想法我没意见，不过要增加新内容的话，可能我们这几个人真的不够。老大说的对，选员工的计划要提上日程啊。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啊，现在合租计划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得想一下办法，怎么维持一下网站的热度。这个你放心，下一步的推广计划我已经准备好了。是什么呀？想知道啊？啊，过来。秘密，下午再告诉你。周爷，周岩嘛。周爷，你多吃一点啊，你还得动脑子呢。我上学的时候啊，就是成宿的看书。我现在呢，每天就是成宿的想你。我跟你说，我现在每天只做2件事儿，呼吸还有想你。每次想你有了伊丽莎，所以有了撒哈拉。哎，你是不是特别累呀？今天？不可能不累，你今天都在我脑海里跑了1天了，歇会儿吧。啊，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大鱼，咱们是兄弟，我还是喜欢女孩的。你赶紧把他都叫下来。哎，下来了！集合！大鱼要表白了，周岩，老大，
下来了，下来了。这就是你说的第2个推广方案。是的，再过1个月就是七夕了，我想借这次中国的情人节，为我们的网站再添一把火。送玫瑰。没错，我从云南订了一束玫瑰花，我打算在七夕的时候快递给每一位注册用户满半年且活跃度较高的女性用户，再从中抽取77位幸运观众，免费收你1种大宝。那得花多少钱啊？花不了多少钱，玫瑰平时挺便宜的，尤其在昆明，10块钱能买一大捧呢。只有在2月14、七夕，包括圣诞节这样特殊的节日，稍微贵了一点。只要你提前预定，价格还是挺合理的。你们看，这一束盛开的像2位美女一样的鲜花，其实是保存了7天的玫瑰，能看出来吗？真的假的？当然了，那可真看不出来。嘿，知道怎么做的吗？怎么做呢？放冰柜里。放冰柜里？不是，这逗我的吧？谁逗你玩了？低温可以降低花的新陈代谢，从而让花的保鲜程度越来越长。我觉得这个办法真的太好了，大鱼，真的。咱们再在这个外包装上印上咱们的大 logo 啊，那出街率绝对100%啊！大哥，你觉得呢？我觉得这事儿吧，得问女士。你们觉得如果收到这样的一束玫瑰花的话，是什么心情？我没有所谓啊，问子珊去啊。那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开心死了呀！还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这么大一束花呢。要是我能收到这样一束花，我肯定把它抱到街上去逛街，让所有女生看到都羡慕死我。要是所有的女孩都能像你这么正常，那该多好！我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一个活动，叫做“说出你的爱”，让男生也在网站上有机会向女生表白。当赞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以送一束玫瑰花。当然，赞的数量越多，送的玫瑰花也越多。哎，我觉得老大说的这也特别好。大多数男生都知道女孩是喜欢花的，但是一是觉得太贵舍不得，二是觉得吧这东西放屋里放完了几天就坏了，这也不太实用。与其花这么多钱买个破花，这还不如吃顿麻辣烫。但是花别人钱就不一样了，自己在那儿贴键盘抒发一下情感，自己喜欢的女孩就把花收着了，还能在别人面前炫去。我觉得这个办法特别好。杨子说的没错，我觉得所有的宣传方案都抓住了一点，就是要利用人们的人性弱点。比如说这次，我们就是要利用人们的爱占小便宜、喜欢秀恩爱这一点。不是老大，这么浪漫一事让你说的，你让你说的这么赤裸裸。我这是实事求是。好，那我下次给你整是一个展现人性光辉的，让你看一看。王冰好，你的花。啊，谢谢啊！哇，谁送你的花呀？注册北漂排行榜啊，就可以送花了。出来了，出来了！快来看，快来看！哇，这搜索量比之前增加了1357%。网站流量和注册量怎么样？日新增注册量连续1周超过了4000，今天更是将近9000，而且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31000人，服务器属于满负荷状态。那这么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出名了？不只是出名了，用户的忠诚度也提高了。你看，尤其是女性用户，日活量比之前增高了2倍。不是大鱼，这咱们得花多少钱啊？30万不等，不错吧？
何止不错呀，这比画广告这好太多了。我告诉你，我只是点了一个小小的火星而已。后面呢，主要还是靠口碑传播和网络自媒体的链式反应。到那个时候，轻轻的扇一下风，引导一下风向，就会变成燎原之火。哎，行了，你别臭美了。我觉得当下咱们要考虑家人的事情。为了这个活动，咱们所有人都超负荷的工作，就咱们这5个半人，早晚得累死。不是还有个高培富吗？人高培富现在是网红，有好几百万粉丝呢，天天忙着自己的吃喝玩的事业，哪有时间干其他的？真的，要这个工作量啊，必须招人了。是啊，现在是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机器使，这机器啊，24小时不停的使。关键这个服务器也快坚持不住了。增加新设备需要一个地方，招人也需要一个地方。虽然这块儿我们几个工作都习惯了，但是我觉得真得重新找个像样的地方。对啊，我出去跟人谈事儿，我都不好意思把人往这儿带，怕人觉得咱这不靠谱。看来咱们只能招兵买马了。拎包入住。哎呦，这里边这么大呢！哎，我露眼睛。做梦，这儿一斤不便宜吧？还行吧。这儿原来是一个废旧厂房改造的，远离城市啊，远离喧嚣，租金比市里便宜多了。那招聘启事都发了没有？放心吧，小雨正在筛选简历，初步定在下周面试。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间最大的办公室我要了，你们谁也不许跟我抢。待会儿给我叫一保洁帮我收拾收拾啊。行，没问题啊。但是这个创业初期呢，能省则省啊，谁的办公室谁自己收。哟，那我还是挑一间小的去吧。个孙猴。招聘会准备怎么样了？放心吧，老大啊，都研究的明明白白的，绝对不会掉链子。我告诉你，一天，尤其是招聘的时候，你别没个正经了。我怎么没正经啊？我做梦都想当领导啊，绝对不能放过这次机会。怎么样？招聘会有信心吗？我这边没问题了啊。对了，可我回来都没看出呀，他人呢？让紫珊拉屋里去了。什么？拉屋去了？光天化日之下，还把门反锁。说成何体统？让不让咱们这些单身狗活了？行了，你别酸了。子珊说，既然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招人，就都是领导，领导就得有点领导的样子，所以主动请缨要给周岩收下。一个花岗岩脑袋啊，一个工科 IT 宅男，有什么可设计？瞎设计什么呀？真是。这几份资料你们都看一下，都是有过行业经验的人。我已经在 App 上直接跟他们聊过了，还蛮不错的。他们不是在上面已经跟老板聊过了吗？还找我们干嘛呀？哎，别闹！这几个人选呢各有所长，我已经把他们分好组了。
剩下的就看你们的了。以前做什么工作的？我以前是做网络传媒这块儿，特别是针对新闻热点。做过什么大项目？海了去了，那上万人大项目我参加过好几个呢，偶尔还和那什么明星啊合作。真是个人才啊！微博转发都让你说的这么高大上。梦想是什么？梦想是对未来的期望，是让你感到幸福的信仰。英语专业研究生。English is very good。跟你开个玩笑，我是做市场推广的嘛。其实这是一道网络工程师考试的原题。你们公司出的题也太难了。这个题其实很简单。梦想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号召着每一个寻宝人。梦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清晰的目标，指引着每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如果你来这只是为了工作的话，对不起，你来错了。以前做过销售？对，做过2年。什么类型的？主要是在人群密集区域提供面对面咨询和直面销售。关于哪方面 IT 通讯及周边服务啊，具体点。就是智能数字通讯设备表面高分子化合物延展处理的技术，现场推广与销售。说人话。手机贴膜。哎呀，以后你就跟着哥哥我混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就没这么多讲究了。只要你以后好好干，会来事儿，我保证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大酒店小饭馆随便挑。避免突出 IE， 而在传统的舞台网当中呢。朱老师，你讲的太好了，朱老师，谢谢。喝水。我们短期的梦想是为了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中期的梦想是为了改变整个北漂的生活，我们长远的梦想是为了改变全中国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中国梦。那么问题来了，你愿意加入我们共同的事业吗？咱们中午管饭吗？咱们中午管饭吗？你们啊，有你们那么面试的吗？就差斩鸡头、烧黄纸、磕头拜把子了。还有你周岩，这不是 IT 培训中心，没让你给别人上计算机课。你你嘿什么呢你？你那是招人吗？你整个一个梦想主题报告会啊，全楼就听你在那块打鸡血似的嚷嚷，差点让别人以为咱们是传销的。还有你，用得着那么挑剔吗？是，有的人的简历里是有点水分，那你心里明白就得了，干嘛把话说的那么绝呀？这一上午7个人面试，5个人都哭着跑出去了。心理素质太差了。都像你们这么面试，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合适的人？别着急，我们这不也是第1次面试吗？再说了，你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行，你来。行，下午我来，你们看着。姓名？不知道啊。哦，我姓布，叫知道。以前从事过哪些岗位啊？养猪算吗？市场销售、行政、人力、法务，都没有干过。大哥，咱能别用排除法吗？你希望你的同事是虎、是狼还是羊？我希望是人。你有什么特长？有很多特长。我腿特长。他们都说我普通话说得好。大叔，对不起啊，我们这个职位对年龄是有要求的。我才23岁啊。那您怎么这么显老啊？我以前搞影视的。你有梦想吗？不知道，你问我妈去。那你有短期的目标吗？不知道，你问我妈去。你是哪儿毕业的？你问我妈去。你多大了？你问我妈去。你没事吧？为什么什么都问你妈？你有没有主见呀？你问我妈去。你想应聘什么职位？我没啥要求，就工资高一点，待遇好一点，假期嘛长一点。我身体不好，这加班就算了吧。有这样的工作也给我介绍一个呗。谈谈你对跳槽的看法。出了狼窝又入了虎穴。你认为什么是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不打死我就一直干下去。干！你期望的月薪是多少？1半明媚，1半忧伤。试用期4分明媚，6分忧伤，干不干？他们俩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明媚1万，忧伤1000，他要5500，小雨只给4600。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为了遇见你。
累了吧？哎呦，这一天面试啊，这是光看见奇葩了，真是长了眼了。那得为咱们的于鹏越呀。问他干嘛？他怎么了？你没看招聘启事上怎么写的？不分出身，无论出处，急需各种能人异士，来者不拒。一个能人没见着，光看见异士了。这能人也有，不过呢，就得慧眼识珠。哎，这些就是我刚才筛出来的，都是咱们现在最缺的人手。你们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行，我就看看你这个慧眼怎么识这个猪。行啊，小雨，你还有这两下子呢。麻麻得啦，就懂一点皮毛，不过现在还是可以用的。这都这么专业了，还略懂皮毛，还麻麻得。当初大鱼把你拉进公司，真是太划算了。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儿贫了。于鹏越呢？我这还有文件等着他签呢。对啊，之前还在这儿呢，一有功夫人不见了。哎，他不是刚才去？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噔噔噔噔。干嘛去了他？我跟你们说了，你们别说是我说的啊。你赶紧说吧，咱们都在这干活呢，他人呢？大鱼相亲去了。这于鹏越也太急不可耐了。工作时间相亲，他把公司当什么了？把我们当什么了？小月，慢点。还在生于鹏越的气啊？这个于鹏越，面试这么重要的事情也敢半路跑出去相亲。可能在他眼里，相亲就是比面试更重要吧。他爸妈从小就跟他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什么意思啊？我也是听他说啊。刚上小学那会儿，他爸妈就开始撺掇他和他们班一个大干部的女儿套近乎。等上高中的时候呢，就开始撮合和他们班一个大老板的闺女来谈恋爱。就连放暑假的时候都逼着他去给别人去补课，就是想让他有一天可以嫁一个家庭好的女生。估计这次又给他介绍一只鸾凤吧。这都什么年代了，他就不能拒绝吗？为什么要拒绝？不喜欢做的事情当然要拒绝了。小时候是没有办法，可是长大了谁又能逼得了谁啊？而且这种事情是双方的，都得负责，怎么能这么随便？是啊。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要做呢？你是说于鹏越他乐在其中？这个就不好说了。从大学4年到现在，那么多好女孩，他一个都没看上。但是爸妈安排的相亲却一次都没落下。怎么想的，由他自己最清楚。我真的最鄙视这种男人。如果于鹏越是这种人，那我跟他估计连朋友都做不了。你要是个富家女，被他爸妈知道，肯定也在想他。怎么这又扯到我身上了？不提他了。还不是应付我爸我妈？哎，你说他不见得什么人。上次给我介绍一高产家的，这次呢，照片上看起来活泼可爱、青春靓丽，可实际上一见就是一自暴自弃的小太妹。我怀疑她都是葬爱家族里出来的。这照片跟本人不一样，太正常了。咱们这儿可是屁的连妈都不认识的重灾区，让他过去吧。这次相亲有没有找到什么新灵感呀？我这跟他们打。又出卖我是吧？不可能，
没事，我相信你。你过来，咱俩聊聊。别，来，早点休息。别害怕，你没啥，就是不动你，我不动你，我不动你。来，早点休息，早点休息。但我不动你，早点休息，我不动你。你知道抽嘴，成熟一点。来，别闹了，都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自己闹别吵到别人好不好？你这种，懒得说你。我哪种人啊？不是我哪种人？通过这2次相亲，我发现一个问题：对于这些社交面不是很广的北漂来说，想找一个靠谱的人恋爱实在是太难了。不管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去认识异性，都对这个异性缺乏足够的了解。没错，都是说的好听，一见面一接触，就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哎，所以你就打算开始做婚恋板块？婚恋它也是社交的一部分啊。既然市场有需要，咱们为什么不试一试？可咱们的优势在哪儿？咱们的优势就在于比那些婚恋网站更加了解每一位用户。婚恋网站知道这些用户确切在哪儿住吗？知道他们花多少钱租房子吗？知道他们信誉是多少吗？知道他们的同学、同事、朋友，包括房东对他们的评价吗？不知道吧？但是咱们知道。大约，你不会要出卖个人隐私吧？我说这我可不同意。去，谁要卖个人隐私啊？我只是告诉你们，咱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可以帮咱们的用户更好的去找对象，懂吗？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至少我们网站在用户这一块，身份和行为画像是相对清晰的，在实名注册和匿名互评的机制之下，骗子出现的几率也会大大减小。小雨，你什么意见？婚恋这块我不感兴趣，也帮不上什么忙，你们聊吧。我去下洗手间。小雨最近是怎么了啊？怎么一聊到这个结婚啊、谈恋爱这的话题，他就躲躲藏藏的？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兰子，别胡说八道。哎，我告诉你们俩一秘密，关于小雨的。什么秘密？小雨其实是一个富家千金，他爸特别有钱，谁要是跟他谈了恋爱，谁这辈子就吵上了。啊？你怎么知道的？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子珊的大嘴巴跟我说的。那天子珊去找我打听周岩在学校的事儿。打听我干嘛呀？这不明知故问吗？这不打听我不就出事儿了吗？别打岔。说着说着就说到咱们在创业大赛上碰见陈武生了。陈武生当初不也是因为入赘郭氏集团才一步登天的吗？就此，我跟子珊围绕这个婚姻观还有价值观争论了一番。啊，这个子珊呢一不小心说漏了嘴。拿若雨他爸给我举了个例子，这才被我威逼利诱八卦出来了。你说我是不是特厉害？杨新文，我发现你这嘴啊，就跟个漏斗似的。谁要有秘密，千万不能跟你说，跟你说你准保说出去。哎，你说你这人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兄弟我告诉你，不是兄弟我还不说呢。不是你是不是兄弟，这也不能说呀，这是信誉问题啊！行，就你有信用啊，那我不说了，以后我打死都不说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若雨藏的可够深的，咱们接触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什么都不知道。杨青，我告诉你啊，这是一王若雨私事儿，你最好少多嘴。哎，于鹏岳，我也告诉你，你给我抓紧时间啊！我抓紧什么呀？驸马爷啊！驸你个头驸！你以为我像陈武生似的呀？赶紧干活去！行，干活去呗。抓紧啊，驸马爷！干嘛呢？在这待着？我干活去。哦。漂亮！没想到陈市长平时还有这个雅兴啊！这一杆起码有120码吧？这可不是1、2天就能练出来的。哎呀，好久不打了，不比以前了。坐。哎，你坐。你去吧。10年前我在企业的时候啊，专门负责和日本以及欧美的老外谈生意。你要不会打球啊，还真没法跟他们说上话。后来到了机关，就再也没有摸过他们。
陈市长把我约到这个地方，就不怕受人非议吗？那怕什么？我花自己的钱，身正哪怕影子斜。是。哦，对了，我听说令千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日本名校留学，又有您这样父亲的指导，前途不可限量啊！陈老，明天下午回上海的机票已经订好了。那我先出去，有什么事儿您再叫我。等等，你把那个卡装好，明天上午给陈副市长送过去。就这么直接给他，他能收吗？哎呀，今天在球场上商量好的，他不会不收的。您跟陈副市长什么时候商量的？我怎么没听见啊？他把我约到那个地方，又故意的把秘书支开。你认为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是在暗示我，要办事儿，先花钱，而且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明白吗？可是你们不是就讨论了一下他女儿吗？要么说你蠢呢。我听说令千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前途不可限量啊。女大不中留啊。他说女大不中留，潜台词就是问我能不能帮他女儿安排个工作，又说人小主意大，意思就是钱不能给少了。别看他年纪不大，主意可不小。年轻人嘛，总有年轻人的想法。像我这样的已经跟不上他们的思路了，特别是这2年那些时髦的用语，我得让人翻译才能明白。分开来把每个字都认识，可是一连起来是什么意思？我是满头的雾水啊！哎呀，看来以后想做年轻人的生意，得在公司专门设这么一个职位了。我回答他，设这么一个职位，就是答应给他女儿安排一个闲职。古语说得好啊，三思而后行。季文子的反面例子还在那儿摆着呢。他又说三思而后行，意思就是下次把这件事情定下来。这你都没听懂？不是，这三思而后行是这意思啊？真是不学无术。三思而后行是出自《论语》，全句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在思可矣。”这句话有2种解释，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说，季文子的反面例子，这就意味着他支持第2种解释，那就是季文子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考虑再三。孔子听说了，就告诉他做事情不要想得太多，2次就可以了，明白吗？不明白。今天我们见面是第1次，明天你再去，不就是第2次了吗？哦，原来是这意思啊！哎呦，这些人说话可真难懂。陈老，您放心啊，明天我一定把他送到。等等，小蒋，哎，您还有什么吩咐？把机票改签了，明天办完事儿，我不回上海，直接回北方市。咱不是都说好了吗？办完事儿就回上海，夫人还在家里等您呢。计划没有变化快，给夫人打个电话，就说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可是高氏集团的事儿，咱们不是都弄完了吗？哪有1碗饭吃一辈子的？
做生意就是要不停地去找新的饭碗，明白吗？哦，陈老，您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想法了？这回又是哪家大公司啊？小强，哎，算起来你也跟了我10几年了吧？是。如果有一天，夫人跟我起了争执，你站在哪一边啊？哎呦，陈老，您看您问的，这就好比您问我媳妇儿跟我妈掉水里，我先救谁？这真不好回答呀。回答得好。行，去把机票改签了，告诉夫人，我准备用她的名字再注册一家公司。是。喂不熟的狼崽子。真的？老家伙真这么说？是夫人，他说要用夫人的名字再注册一家公司。看来是大买卖呀！不知道老家伙又琢磨出什么了。不管他干什么，你通通给我记录下来，随时跟我汇报。还有，你要密切注意，跟他接触的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一旦有这女人消息，随时跟我汇报。好的，夫人。但是这个李应春是谁啊？不该问的，你就别问。对不起，夫人，我就是随口一问，您别生气。喂，哪位？年轻人，是我呀。陈老，怎么是您啊？你在哪？啊，我一会儿过来找你。怎么，你不欢迎我给你打电话？哦，不是，我只是有点意外。您怎么知道这电话的？我要想知道的事情，总是会知道的。更何况你们刚被评为年度10大新锐创业公司，啊，想不知道都不行了。其实是大家抬爱给我们推上去的，跟榜单上其他的网站相比，还差得挺远的。还是这么淡定，这个性格好。不过话说回来了啊，你对朋友可是有点不够意思啊。当初你从季外公司不辞而别也就罢了，后来弄了一个这么有意思的项目，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咱们俩可是说好的呀。您对我们这种小网站也感兴趣啊？我感兴趣的可不是什么小网站。来，我宣布一下，为了庆祝公司的成立，公司决定周末的时候带大家去泡温泉。这样吧，晚上一起聊聊，怎么样？啊，好的，没问题。那等您消息。好。宣布完了。宣布完了。谁知道杨的那嘴那么不严，刚刚决定下来，没几分钟消息就传出去了，害得我不得不在所有人知道之前提前宣布。岳老大，我这样做不太合适吧？你应该一起的。不就是周末一起泡个温泉吗？你们去吧，我呢为你们凑热闹了啊。老大，你不会生气了吧？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再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本来就不喜欢热闹的。最主要是周末大家都出去，咱们得留人看家吧。好吧，辛苦老大啊，下次我来。哎，等等，这个看看，我这就选出来了。老大不是我说什么，您这执行力简直了。少拍马屁啊！这是我特意挑出来特别适合婚恋板块的一些模特，你抓紧时间定下来，然后我好好把协议给签了。哎呀，不着急，不就是一套婚纱照吗？把摄影师、场地定下来，
剩下的等大家回来之后一起讨论呗。啊，哎，我提醒你啊，时间可没你想的那么宽裕。如果周末之前定不下来的话，小心他们狮子大开口。放心吧，老大，这个世界上3条腿的蛤蟆难找，2条腿的人遍地都是。小雨还等着我开会呢，先走了。若雨，怎么还没开始拍啊？模特罢工了。啊？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吧。老大，我也没想到会这样。你没想到，当初团建之前我提醒过你没有？是我承认是我错了，我把问题想简单了。不是，那既然他们要抬价，咱们就换一个不就完了吗？你说的轻巧，我告诉你啊，那些模特早就串通好了，你换谁都这价，人就知道我们耽误不起。那你说怎么办啊？还能怎么办？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一定提前定好，别给人家机会抓住我们的弱点。答应他吧。凭什么答应他们啊？